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这个贺锦丽最近真的是民调啊，或者是人气好像都急起直追那还有一个这个经济学人的民调，那它是现在显示出来，贺锦丽已经是以2个百分点领先了川普那再来，美国的民调专家讲他因为有成功预测过3届总统，他讲说其实川普仍然是有优势的，贺锦丽要怎么做才会赢呢？他说，尽管现在贺锦丽声势大涨，但是川普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那如果贺锦丽一反过去3届党内候选人的策略，那就有机会可以赢那怎么样的一反过去呢？就是过去可能民主党给人家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一点好像正经八百那所以反而这一次贺锦丽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他有一点这个就是被人家讲说叫 brat， 就是好像很自然很自信，然后笑呵呵这样子，好像跟过去的这个民主党的形象比较不太相同那而且呢，他们现在也讲出来说，怪异变成了一个民主党攻击川普跟范斯的一个新口号，他们就把他这个标签贴了上去，所以呢，这个方式是可以引起贺锦丽支持者共鸣的一个简洁做法那现在目前川普范斯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政策，就是说被贴上这一个怪异标签，看起来好像的确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所以有报道指出呢，就是称某人怪异会让他们泄气，并且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越是反驳就越让人家注意到这样的特质所以呢，对于他们这种渴望被认真对待的恶霸来说，这是有毁灭性的效果，就是你越是讲他们怪，然后他们越想挣脱这个标签，然后反而显得他们更加的怪所以这难道是一个贺锦丽的成功策略吗？那再来看到民主党好像终于他们讲说这个川普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好像让他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也弥补了过去民主党太过严肃认真的缺点，现在为这场选举注入了一个自由派的活力跟幽默感，好像看起来民主党找到打点了。那再来，这个川普好像也有失言就是在这个范斯之后，他现在去攻击贺锦丽，就说贺锦丽怎么摇身一变成了黑人本来不是印度血统吗？那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听听看川普的讲法。She was always of Indian heritage, and she was only promoting Indian heritage. I didn't know she was black until a number of years ago when she happened to turn black, and now she wants to be known as black. So I don't know, is she Indian or is she black? She has always but identified as a black woman. She went to a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 I respect either one, but she obviously doesn't, because she was Indian all the way,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she made a turn, and she became a black. 对这样的讲法我们看这个马上上皮耶就出来讲说这个川普言论令人厌恶而且对贺锦丽已经构成了侮辱了。那还有呢，这个也引发了一个后续的效应，就是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对于是不是邀请川普来出席这个年会已经开始有一些杂音出现了，因为看到他在形容贺锦丽说怎么突然变黑人这样的一个讲法，好像引发了一些他们的反弹，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协会内部出现了很激烈的辩论。再来，现在看整体美国21家民调，平均值来说的话，川普是领先贺锦丽 0.7%， 但是主要是要看说过去其实川普领先的幅度是这个本来是有到 2.7% 就当他对上拜登的时候，可是现在对上了贺锦丽，怎么这个领先幅度反倒是缩小的？还有在特定的比方像是非裔拉丁裔的这些支持度看起来好像也都是这个缩短了差距，就是贺锦丽在这2个族群反倒这个获得的支持度比较高，会不会川普反而最后失去了非裔票呢？另外范斯也是不断在丢分因为
现在范斯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这个专访，他们讲说，早有预料接下副手之后，一言一行会被媒体给扭曲哦。对于外传我不爽换这个对手换人的事情，其实我不太在乎哦。而且他在这个新书2025计划里面的前言讲说，这个绕马车上膛，给火枪上子弹的时候了。那他还讲说，这个书的思想是未来战斗当中的重要武器哦。可是这个川普此前是讲说，我对于这个2025的计划是一无所知哦，也不知道这个谁是计划的幕后黑手。也换句话说，现在这个范斯的书的前言哦，可能有一些争议。那感觉起来好像川普也不是很想要加入这样的一个讨论，再做一个切割。那我们看看这个计划呢，遭到这个川普的切割跟反对。那近期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就是2025计划的主任呢，他们现在已经等于说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主任丹斯他已经辞掉了职务。那感觉上面这个川普也不是很想要卷进这个事件，所以呢，这个川普现在对外的讲法是说，历史上副总统其实对于选举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他在淡化范斯对于他的这个选情的影响哦，在淡化范斯的存在，就是主要就是选给他就好啦，不然的话，现在范斯好像一直都在替他扣分，反倒没有在加分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现在目前的美选？现在事实上美选进入比较一个缠斗的阶段了，我想就是在这个8月19号，这个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民主党的气势应该都是蛮高的，而且他们现在这个怎么讲呢？有危机意识，因为他们是属于阵前换将嘛，对，所以动员一切力量在替这个贺锦丽在拉台啊。现在贺锦丽他就是说8月7号之前，他要把他副手赶快决定，对。那这个副手事实上的话，要跟他有互补性啊。现在讨论的好像都是白人男性这样子那可能最后是一个白人男性出来，那可能还要就是说要把他的所谓的激进左派的这样子的一个色彩要把它冲淡一点，要比较走温和的角度来看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自由派的媒体是全力的在这个动员基本上就是完全替这个贺锦丽在辅选了，就是这方面他是占比较大的优势。可是这个选举因为还有一段时间，那就看民主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开的情况，然后看这个贺锦丽的副手选举就是选择，这两个还是两个大的变数。接下来就是9月，现在可能会有1到2场的这个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那可能还有变数，不知道，这也会影响最后选情的结果。那不可讳言就是说，民主党在美国的力量过去是慢慢是在增加的因为那共和党事实上他们是所谓的保守主义嘛，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全球化还有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事实上很多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这个思想不同意识形态对美国最保守的地方也有冲击，而且美国现在这个不同的年龄层之间到底他这个受的教育的内涵还是不一样。对，所以极端像这个川普这种所谓的这种他应该是上个世纪50年代40年代的这种出生的这种政治人物，当然他的这个会受到年轻人还有比较一些开明的一些这些人士的这些质疑啦。不过看起来目前还是川普略占优先啦，略占优先。那不过对于范斯的部分，他现在最主要就是说大家都在找他的毛病。对，他上一次讲这个说不育的这些所谓的这些 cat ladies 这句话你看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烧。最近又找到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他的这个所谓2025这个预言这个问题又找出来了。我想他应该是放在显微镜下一直要找他的毛病的。那这场选举注定是怎么讲？是在挑对方的竞争者的所有的缺点，是用这种各方面去挖也要挖出来。你像这个川普这个论点不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他就在分化这个黑人对这个贺锦丽的认同嘛。他说他根本就不是认同黑人的，他是认同印度人的。所以这些都是怎么样，都在分化。不过整个来讲的话，黑人的人口在美国是12.4%，大概12.4%。
5%左右哈。那也甚至还不构成所谓的这个kingmaker， 也就是说他们倒向谁就当选啊，这未必。而且黑人选票在民主党、共和党也过去的哈，这个比例也是当然比较偏民主党比较多啦。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美国选战，我觉得是一个进入到怎么样缠斗阶段，而且会越缠斗哈，会越怎么样人身攻击，然后用的手段会越刀刀见骨，会很精彩啊，也看到选举的招数可以到这种程度哈，美国要树立一个世界难以超越的典范了。好，来请教杨老师。你这边讲到就是说，就是平均的民调21家的平均民调哈，不过这里面21家其实有一些通常会在美国的主流的，就是看民调的这些机构当中啊，有一些会做一些筛选。我看到大概通常都在10家左右，那包含 CNN、包含路透社、包含这个华尔街日报，其实平均大概到昨天最后出来，就美国时间的昨天哈，那应该是川普还领先将近不到2%，1.5%的到1.7%的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跟过去拜登的是缩小，这个是缩小。我觉得贺锦丽出来等于是重新这个等于是起跑哦，然后 reset 这个概念，那同时呢，媒体又等于是放掉过去拜登的身体的那个压力跟包袱，所以呢，有一种就是造神运动的感觉。我觉得有点新的造神运动。那接下来他的副手以及到8月19号他被提名，这是2个小高潮。那他的副手我觉得应该不会差，不管是宾州的 Shapiro， 现在听起来有可能，因为他第一场8月5号的造势就会在宾州举办，但是也有可能是那个太空人参议员那但是之后呢，就会几场硬仗，那就是他要接受政策性的访问，你要谈谈你的政策理念，然后呢，最重要，他跟川普的这个辩论，拜登就是输在辩论，那贺锦丽能不能够把这个辩论扳平，或者是赢过这个川普，那他就接下来会比较顺。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这个媒体的分析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特殊，男性比较倾向川普，女性多支持贺锦丽。因为男性担心这种多元的背后可能会失去他的这个优势，那女性当然希望多元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但是这要跟他的政党的属性来去做连结。不过在美国这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政党的属性并不是这么的直接。那川普这一次到芝加哥去参加这个非裔的记者协会的活动我觉得那是他一个策略，而且他这样讲话也是个策略，因为他知道他会被拷问，然后他甚至就直接就是质疑这位女记者 ABC 的女记者，连打个招呼都没有，就开始就不断的说你质疑谁，而且用的字眼是非常的尖锐跟批判式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可怕的一个问题，你连跟我打招呼都没有。这个东西会酝酿一种种族的这个问题，也就我刚刚回到男性或白人对于这些问题其实是很敏感的，因为这个在美国很敏感政治人物通常都不会都100%政治正确100%政治正确，但多数投票的这些白人尤其是非都市或郊区的这些白人，在比如铁锈区的时候，他对于其实占少数的非洲裔长久以来在法律上得到的保护，或者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经济各个因素，这个很复杂的这种就是说生活面，也是种族因素，也是法律因素。在政治的时候过去没有人敢去挑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川普就是在灰色地带，在那种就是直接，你看他刚刚讲的，我都尊重黑人，我也尊重印度人，但是我就不了解他什么时候变成非洲裔的，你就把这个东西挑动起来，那这个会巩固他自己共和党白人的这个投票。那因此你就看到这都是策略家给他的一些建议。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些选举就是民主选举制度所显现出来的这种真实面。
好，请教将军。我觉得美国这次选举真的是高潮迭起。我们回想一下，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间，刚开始是川拜2个人突然说要宣布要辩论，那还没有开始选举，双方来讲都还没有提名呢，这2个人就要开始辩论了。那看得出来，拜登想说借着这种辩论来扭转人家认为他老太的这种颓势，但没想到这场辩论下来，哇，大家一片这个兵败如山倒，这个民主党的选民来讲一片哀嚎。那时候大家印象还深刻，那时候开始讨论说要不要换灯，然后也是这个舆论都吵在那边。结果没想到隔不到多久，突然川普一枪打到他耳朵，那真的是大家都认为说川普这下子铁定当选了，然后声势完全在川普这边。然后紧接着下来，川普宣布他的这个副总统的副手人选是万斯，那又是一片这个大家鼓舞欢腾，认为说是这一下子共和党必胜无疑，因为范斯跟他来讲有很好的一个互补性，而且认为虽然说是这个川普自己年纪也蛮大的，但是找一个年轻的，大家用年龄平均一下59岁，可以遥遥领先的这个拜登那时候年龄双方来讲，他就选川普，选万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选万斯是纯粹就是对手是拜登来做这种来挑选这个万斯当副手，但是没想到突然之间这个第4个高潮又起来，就是拜登自己宣布退选，哇，那这个民主党又一片哗然，全世界的舆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现在原来我记得刚开始说要换拜的时候，其实贺锦丽不是第一优先人选，那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是不是纽森啊、惠特尼啊这些民主党其他的一些州长精英，但是没想到那时候最不被看好的贺锦丽，突然在短短不到48个小时之内，他的这个募款的居然可以高达64亿，而且这种立刻民调立刻翻转，可以说在很短的48小时马上逆转胜，这又是一个高潮迭起哈。可是贺锦丽现在，我觉得当然这个川普讲的没错了，他现在可能是在他这个忽然声之中是有这个高潮迭起的这种效果，而且这个民主党人来讲就好像抓到一块浮木，因为这些人来讲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很怕川普当选。他们倒不是说是支持贺锦丽，而是怕川普当选，因为他们觉得川普来讲的话，就是贴的那个标签太奇怪了，就是因为你怕一个奇怪的人当总统，那你就退而其次。虽然你不见得认同贺锦丽，但最起码贺锦丽来讲不会奇怪，所以他用这个标签去贴到川普的竞选团队、共和党团队里面，我相信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标签。那后续来讲的话，我觉得贺锦丽还有2个高潮我们可以观察。第一个就是他副手到底会挑谁啊？就像杨教授所讲，是挑这个凯利那个太空人，还是要挑宾州州长？哈，挑宾州州长会不会说是都是2个都这个同质性比较高？可是宾州来讲又是铁锈区，那个宾州的这个选举人票有20张票，一来一回就差了40张选举人票，所以说我觉得挑宾州州长的可能性蛮高的。这2天大家的舆论，美国媒体的舆论大概就比较导向这个宾州的舆论。那万斯来讲的话，现在这个马上紧接下来，大家在讨论说会不会把万斯换掉。这个我觉得美国这场选举真的是每天就是都有好戏可以看的。可是我可以预测如果说万一这个贺锦丽他在以这个选举人票以差些微的这个票数赢得选举的话，那川普那边的人会不会不能善罢甘休，然后美国内战就马上会有开打的这种场面，跟重复上一次的这种败选的那种攻占国会的那种场景又将出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昨天这个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被暗杀的事情震惊了全世界，大家很担心说现在会不会这个以巴冲突就是再度升温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发生这个事情伊朗的革命卫队他们就讲说，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哈尼亚他是在德黑兰遭到以色列的袭杀身亡。那阿拉伯的卫星电视台也引述消息人士讲说，当时就是有一个飞弹呢，在凌晨2点的时候击中了哈尼亚的住
住所，所以哈尼亚跟他的保镖呢是一起在这个事故当中丧命的。那还有目击者讲说，他击中了哈尼亚的房间哦，并且发生了爆炸，所以就是哈尼亚跟他的保镖都遇难了。现场的门窗啊、墙壁受损非常严重，现在就有待伊朗方面把这件事情全面的调查清楚。那就有专家讲啊，这可能是因为伊朗的防空比较薄弱，难防隐形战机。那他们说，这个在伊朗的领土内遭受空袭死亡，认为这起事件非常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空军这个 F-35隐形战机所实施的。所以现在哈马斯非常的生气哦，他们就认为说要报复这个行动，甚至要来反击以色列。伊朗也说要采取直接的攻击哦，要直接来袭击以色列。那我们看看伊朗的总统讲说，就是伊朗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哦，我们这个翻译不太一样，发誓说要为这个哈尼亚报仇哦。但是他说，你在我们家里面杀死了我们重要的、亲爱的客人，现在这个你的严厉惩罚铺平了道路，指的就是以色列哦。甚至还讲说，应该这个接下来你们要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哦，要付上代价。那再来，我们看看哈马斯，他现在认定以色列是实施暗杀。那哈马斯方面呢，发表了声明，认为以色列这是一个懦夫行为。卡达的首相这个穆罕默德也讲说，哈尼亚被杀将会危及停火谈判哦。当一方暗杀另一方谈判的代表的时候，这个调解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可是美国却是赶快站出来帮以色列说话，他说啊，这起事件哦，就是不是以色列做的啦，那就是想要淡化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哦。那可是呢，哈尼亚在哈马斯当中，他有着极高的地位。法新社讲说，哈尼亚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头号通缉对象啊。那以色列的媒体是不是有点做贼心虚？因为在哈尼亚遇刺之后，美联社很快就报道了，然后是以这个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都来引用。那这个报道当中啊，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方面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但以色列呢，通常也不会对他们情报机构摩萨德展开的刺杀行动进行回应。后来呢，就把这几句话给删除了。是不是做贼心虚啊？所以特别要把摩萨德这个词给隐匿起来，因为这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就是说，我们不会做回应的，特别是摩萨德的一些刺杀行动，我们是不会回应的。然后再觉得说，不对哦，这样好像越描越黑，赶快把这几句话又删掉了。所以让大家又更加觉得说，这就是有鬼嘛。那再来看看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也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然后发表一些电视谈话，他们并没有提到说哈尼亚被杀的事情，但是他向他这个以色列的国民表示，接下来充满挑战的日子即将来到了。自从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来呢，以军已经做好任何情况的准备，呼吁现在就是要团结一致啦。现在以色列不可以有任何的杂音来质疑他了，因为就是以色列将会让所有的侵略者付出沉痛的代价。那到底美国知不知情呢？布林肯的讲法是说，我们美方是不知情的哦，也没有参与其中。可是问到奥斯汀又听起来很有玄机，关于此事我无可奉告。什么叫做不可奉告呢？不知道就不知道，无可奉告是知道不能说嘛。那还有中东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迎来更乱的一个局面？有媒体讲伊朗支持的哈马斯与真主党领导人，他们在数小时之内前后成为攻击目标，这也代表了预告着这个区域的冲突可能即将要升级。那现在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哈尼亚的血将会导致以色列的灭亡，已经喊出这样子的话了。所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多么的愤怒哦，这个可能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报复行动。那美方他们讲，这样的一个遇刺行动可能会使得中东比起以往任何时刻更接近爆发全面战争。那美国到底做好准备了吗？人家去问奥斯汀那中东是不是要爆发更广泛的冲突？美国会怎么样的提供援助呢？奥斯汀就讲说，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华府会持续的协防以色列。但是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缓和现在目前的局势，不能让这个整个中东陷入战局。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其实最近这个在中东情势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应该就是说，在这个
戈兰高地啊，以色列的这个他控制的区域，遭受到这个外界的这个飞弹攻击、火箭攻击，造成12名以色列的青少年在现场死亡，这个引起以色列全国的震惊，而且全国都要报复。那时候，这个内塔尼亚胡从美国缩短了他的访问时间，就直接赶回特拉维夫啊，然后立刻他们那个会议就说授权总统这个跟这个国防部长你们来决定如何报复，跟报复的方式，跟他的程度啊。那事实上，这个整个中东其实就立刻紧张起来了，因为本来是以色列在这个加萨走廊啊打了7个月吧，对，打的也是一个焦灼状态而已，他也没有达到杀掉所有哈马斯这个目的，那可见军事上还是有困难的。那北方的部分的话，就以色列北方的跟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冲突，这个是几十年的问题了。一直存在的，而且双方从来很少长期停火过，都是要不然你轰炸我一下，要不然我投几枚炸弹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戈兰高地，以色列有62名青少年当场丧生了，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紧张，怕以色列这个报复的程度是会引起整个区域的动乱的。可是目前看起来，以色列报复的手段还是比较怎么样？比较以不扩大战争的规模的方向走的。他这个就是暗杀，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轰炸机去攻击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2个人死亡。然后也去这个用这个远距的攻击，把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军事领袖也把他这个远距的也是类似暗杀行动吧，也是那所以看起来的话，以色列并没有打算挥大军往这个黎巴嫩境内进攻的这个迹象啦。那如果说他要这样做的话，那现在的话事实上情势会更紧张，因为你要调动部队，你要整个的大战的准备的话，那会有很多迹象，可是我看所有报道都没有。那有人分析就是说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军事上以色列现在的军力是不是足以支撑一个北边的另一个新的战局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战略上就是说他现在是不是要把他的这个注意力分出来？他现在是不是重点在加萨走廊会不会改变？那政治上他还是要顾及到跟美国的关系，还有跟这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外界的限制还是很多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并没有升高的迹象。好，来请教将军。我特别要讲这次美国有没有介入？我从几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去轰炸德黑兰的这栋大楼，那绝对不是说是像我们小混混在市场里面打架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首先，飞机要飞过好几个国家，对不对？包括伊拉克、叙利亚要飞过去。当他飞到这个伊拉克跟伊朗的边界的时候，这个德黑兰还在边界里面300公里远的这个城市里面。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是我用以色列的战机来讲，就算你是隐身战机好了，你这个飞弹打出去要打300公里远之外，然后去命中一栋大楼，你想想这个难度来讲，如果说美国没有提供及时的情报，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那你这个哈马斯这个领袖人物，他这个时间点刚好在那个大楼里面，那你飞弹飞的时间是多久？所以他这个时间算的都非常精准。那我觉得像这种资讯来讲的话，一定要提供世界的警报。那现在，但是问题是说，现在我数一下以色列现在来讲，自己国家在几个地方开战，我数给大家听你这3个月，我们光讲这3个月，加沙走廊，对不对？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真主党。对不对？叙利亚他去炸人家伊朗的大使馆，然后跟伊朗也开战，还有这个胡塞组织，他也互相轰来轰去。在上个礼拜，所以你一个国家，你毕竟来讲，我觉得你以色列国家这么小，这个国土纵深不深的状况之下，你同时在6线开战的话，我觉得这个来讲，对以色列来讲，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特别要讲像他去在这个约旦河西岸，他跟黎巴嫩真主党里面。这个他12个小朋友被炸死了，被一个飞弹打死。但是我心里很感慨，
当这12个小朋友被打死以后，我们认为是12个悲剧，以色列认为这是悲剧。可是，在加沙走廊你造成4万多人的死亡来讲的话，那4万多人变成一个数字而已。所以说，从这边我们就看出来巴勒斯坦民众的一种悲愤心理在哪里。那你12个小孩你被炸死以后，被真主党用飞弹打死以后，你就认为这个是悲剧哈，就非要报仇不可。但是你自己在加沙走廊，你做成的这种血腥的残害，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4万多人的死亡，那这个数字来讲，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可能中东地区势必是会造成一场很重大的震撼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哈马斯这个领导人来讲的话，他其实是负责跟以哈之间谈判的一个首要对手，他是住在这个卡达那个地方，他负责谈判。那真的是在指挥作战的，是在加沙走廊里面，辛瓦纳他是在负责指挥作战。当然，我相信这个就哈马斯来讲，他们这个首领人物被击杀之后，他们这个一定会激起群情的一种共愤。那后续来讲，他真正的指挥作战领袖，你没有将他击灭，他还在地道里面。那后续来讲，我觉得在加沙地区里面，短期之内可能会继续造成以色列自己本身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很难平息这场战争。好，来请教杨老师。以色列的媒体叫 I24 News 哈，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就报道这个刺杀哈，他并不是大陆这边有一个媒体一个学者曾经说是 F-35，因为 F-35可以隐形，而伊朗还没有针对隐形飞机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技术，所以呢 F-35从以色列这边起飞，那到了就是德黑兰这边来。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比较不太可思议哈，因为其实蛮长的一个飞行距离，而且你进入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国境哈，这个 F-35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得起这样考验？而且它要这么的精准去打到那栋楼，因为《纽约时报》把那栋楼秀出来，那栋楼里面只有那一层，有他住的那一层，这个哈尼亚跟他的保镖2个人死掉，另外在不同层的不同的这个就是说方向。另外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圣战组织的秘书长，却完全没事。那这个以色列的媒体后来也得到了就是哈马斯的媒体的证实，其实是就在当地附近一个以色列制造的叫做长钉反坦克导弹，精准的就打到了就是说这个哈尼亚他这一层。把他跟他的保镖给炸死，然后他说是因为他的保镖对外联系而透露了他的这个地点，他们掌握到，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这个情报组织摩萨德。我觉得这个其实这几个小时在这个事件发展这个版本呢，可信度比较高，也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反坦克的导弹，是在近距离，我不知道距离有多远，然后呢，针对就是他们掌握到保镖的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在晚上。凌晨2点，把这一层楼他住的那个房间给炸掉，人死了。那是7月31号的早上凌晨，7月31号的上午的时候呢，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尼就要求这个革命卫队要报复，但是怎么报复现在还不知道。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哈尼亚是去参加伊朗的新总统。各位，伊朗的新总统的名称叫做佩泽这个。施基安那他其实是比较温和派，他比较希望能够去改善不只是跟沙特阿拉伯，甚至跟西方的关系，然后呢强化经济。所以这个时候以这个事件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个阴谋论在里面，在转动着那因此，当然我觉得最大的阴谋一定也是以色列这边主导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去见了川普，川普就说：“你为什么不赶快结束？”等川普上来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可能会被迫下台，然后呢，加上战争可能会结束。那内塔尼亚胡下来的话，他去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呢，把伊朗卷进来，战争扩大，美国也无法抽身。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程度以色列的一个计划，那只不过是伊朗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反应，会不会真的陷入到全面性的战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运赛场。人家讲说，就像是大国的角力特别这一回的预测就是中美的金牌之战那现在目前为止的成绩出来了，目前总排名第一的是中国大陆那昨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像是环球网什么的，他们都很开心做了说金牌9宫格已经集齐了，现在已经有9面金牌，现在位居第1名那再来就是地主国法国是第2，然后日本的话也靠着他们现在这个滑板拿下非常多的金牌所以现在是在第3名。那美国在哪儿呢？美国看着，现在目前在第7名甚至还输给了韩国、英国、澳洲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只有5面金牌。那昨天当然最让大家振奋的就是第9面这个中国大陆得下的金牌潘展乐，他们现在在微博上面也几乎是这个潘展乐霸了所有的这个词条的榜单今天上午的时候我看哇，前10名几乎大概占了1半以上那他就讲说其实他怎么样的扬眉吐气，甚至现在被称为是新世界飞鱼或者称为中国飞鱼，他已经是突破了世界纪录来封王他以46秒40夺金，也打破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纪录那现在这一次呢，也是奥运首位刷新这个破游泳项目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那这是中国大陆游泳队史上首面男子100米的自由泳金牌，然后所以他这样子的夺金也让中国大陆非常的振奋。因此在微博上面，现在所有人都开始甚至还要考古这个潘展乐。那他讲说他其实要跟这些美国选手什么的其他国的选手打招呼的时候他们还爱理不理的呀，美国选手有点看不起我们，但是今天我们把它全都拿下了。现在这句话在微博上面大家都开始在那边疯传，我们把他们全都拿下了，让这个所有的中国大陆的一些网民都觉得跟着扬眉吐气起来了。那他甚至还讲说抽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讲说什么呢？你美国一直在这边使绊子美国一直在那边搞小动作，但是我们可以用实力来赢得这个金牌。他在赛后表示呢，他就说他其实跟这个查尔莫斯打招呼，他一点都不理我，包含了美国队的这个阿列克西那现在呢，我终于是为这个中国游泳拿下很棒的开门红。那再来另外一个昨天也是让大家非常振奋的，就是全红婵跟他的搭档陈玉系他们2个人就是展现神同步这是 AP 给我们的这个照片真的是2个人连这个弧度曲线都是一致的，这样子的跳水，水花消失术，这是大家最喜欢拿来称呼他们的这一次夺下了金牌，那也是众望所归，实力展现嘛。那美国一直在耍阴招那我们看到这个张雨霏，今天大家也在聚焦，今天的看点就是张雨霏的200公尺蝶式能不能够卫冕，那能不能够再夺冠也值得非常期待。可是呢，你看看纽时也好，或者是 FBI 也好，一直都在炒作就是大陆游泳选手的之前的食品污染事件那纽时就在7月30号就讲说中国以受污染汉堡为由，把新兴奋剂争端为这个游泳选手洗脱罪名，这样的相关文章让中方非常的生气就说这是在断章取义，这是一种误解那甚至他们还就是有 FBI 来介入这个事件，一直让这些药检的事情来影响到这些大陆选手的一些准备跟表现那我们看到美国还有2党的议员也在7月30号提出法案，现在这个耍阴招还来个全套的呀，连政治上面都要开始来影响这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他就说这个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对此前中国游泳选手污染阳性的事情做一个适当调查，所以接下来要删减对于你这个机构的资助，要开始用这样政治来影响体育所以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有点不耻。再来，现在乒乓球也是大家瞩目的一个焦点。那这个孙颖莎跟倪夏莲的这个对决，人家讲说，其实就看到了一个很
很温暖的一个故事哦。倪夏莲2000年首次出战了一个奥运，那当时呢，孙颖莎还没有出生嘞。那7月头的时候呢，倪夏莲过了61岁生日，成了现在目前奥运史上最年长的乒乓球手哦。那他后来就是跟这个孙颖莎对决，那他其实呢，就是人家感觉好像是这个祖孙战哦。他对上了23岁的孙颖莎，他这个一些表情包啊，在网络上面疯传，人家觉得说他很有少女感呐，还给他取了一些绰号，叫做什么莲妈妈，或者是说倪姐、莲莲。然后他说他来巴黎之前有3个梦想，一个是再出战这个奥运，再来是赢一场呢，还有第3个就是要跟孙颖莎打。他说不要觉得老了就放弃梦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在中国大陆这边也受到非常多的喜爱啊，在这个网络上面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就是跟他相关他们2个人的对决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说，好像都想要替2边加油哦。他是在1979年加入了中国国家队，后来呢，因为没有办法进入到奥运队，在1986年离开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家队，1991年定居卢森堡，后来就一直代表卢森堡来参加国际赛事，这一回终于是圆梦了。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么看重这个乒乓球，也被称为国球呢？就有一个历史故事哦。其实在1971年4月4号，日本名古屋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的选手格伦科恩他搭错了车，上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乒乓球队的巴士，然后呢，在现场啊，就其实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选手哦，就想说啊，这个周恩来有曾经讲过说，我们应该是等于说比赛是次要的，但是呢，友谊才是第一的。所以就后来这个庄则栋谈到这个往事的时候，他就说他就主动上前去跟他打了招呼，就变成让这个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交流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结下了一个好的因子啊。那后来这个乒乓球，中国大陆的乒乓球就说，这因为这个搭错车事件，小球转动了大球这样的一个故事，现在人也为人津津乐道。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这一次中国大陆现在这一回的奥运金牌真的算是遥遥领先了？对，现在这个前2天都还是没有得到第1名嘛，现在就突破了这个9面金牌啊。那后面还有很多比赛啊，后面还有比赛，尤其田赛跟竞赛，还有球赛哈，球类比赛，它都有一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最后还是要看总积分啦。对，那这些部分还现在要谈说是不是可以一直保持第一啊，这个还言之过早。对，这个要到8月11吧，好像，大概才能够抵定啦啊。那这次比赛，其实中国的游泳队啊，真的受到美国的这个星战影响啊，应该是影响很大。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生在上一届奥运之前的一件事情啊，美国一直做文章，做到今天，而且还越做越大，而且在奥运期间继续做，搞得今天中国大陆的游泳队哈，31个人到了这个奥运村以后啊。被这个药检超过几乎将近200次，有人一天被检了7次。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已经不是说这个为了这个运动的公平，根本就是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战。对。那美国今天会造成这个情势，就是美国不断的在炒作，而且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啊，真的超没品的。运动不要体育去干涉嘛，这个。也有国际这个药检协会，国际药检协会它就是代表国际，它又不是代表中国的，它是这个全世界的国际组织，对，它1年拿了4500万的这个好预算，是全世界各会员大家一起给他的，美国也不过给了差不多350万而已，对。可是你看美国的政府机构就认为这个药检机构啊是偏袒中国大陆，就不断的在怎么样跟这个药检机构哈不断的旧事重提，然后去骚扰。这个骚扰这个药检机构啊，从美国的国会议员到美国的情报机关 FBI， 到什么？到最后美国的什么？这个媒体，对不对？通通针对这个国际组织，害得这个国际奥会出来说，你再这样子把这个政治哈，把这个所谓的哈地缘政治因素带到运动哈，我取消你美国举办奥会的资格了，到这个程度，可见这个国家哈有没有品啊？这个水准高不高哈，就看他的这种作为。美国这种
在这种运动赛事上，为了针对中国大陆游泳选手做这种心理战争，还有这种污名化泼脏水真的显示美国这个国家水准太低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潘展乐还夺金了，还刷新了世界纪录，才会让这个中国大陆觉得真的是扬眉吐气，在这个美国的药检压力之下突破了重围。那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潘展乐的这一番话？在5个小时之前，澳洲的媒体完完全全的这个报道出来，但是也提到了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以及 WADA 的这个处理。还有呢，到后来，英国的这个报纸提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游泳选手，在之前的1个礼拜，平均每天7次的这样子的药检，那已经影响到一些这个准备。对，那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个秦海洋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批判。所以这个然后我看到他底下那个评论传出来5个小时，这个英文的报道，澳洲新闻这个报道。就是讲，这潘展乐他为什么能够激励他自己？因为他觉得要跟你打招呼，你不理我，然后你对我的这个教练这么不礼貌，所以呢，我就是要赢。那他们在后面的时候呢，这边我们中文报道反正没提到，他去解释，他说为什么我采取的策略就是因为200公尺是来回4次嘛，所以呢，他就前面冲到，然后呢，后面我就尽力。最后的这个30公尺的时候，他就尽力，他已经拉了相当一段距离，就没有想到我破了世界纪录。我昨天看到了，就是张雨霏在200公尺蝶式的就是预赛，那我看了连续大概3次在预赛选手的这个参赛那张雨霏也是一路冲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张雨霏这个200公尺蝶赛，如果表现正常，她应该也会得到这个金牌。那这里面就显现出问题那这个禁药问题，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可我要跟大家提醒其实另外一个国家也一直以来遭受到美国针对禁药，用禁药的方式来去这个打击这个国家，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在2014年的时候就政治上他去取得了克里米亚，然后呢，美国就开始在指控他你在使用禁药，结果WADA在2019年呢就禁止他，所以2021年的东京奥运呢。他就用 ROC 的方式去参加，那事实上得的这个金牌数目呢，也是跟他前面2次得的是一样。那今年是因为这俄乌战争，他连参加都不能参加，所以美国用禁药曾经打击过俄罗斯，然后呢，这次你看到他打击中国，但是没想到使得国际组织的反弹，这是美国的问题。而现在中国的这个表现依然正常。好，来请教将军。我讲一下乒乓外交好了，那是我国中时候的事情。那一次来讲的话，我们台湾来讲，确实是影响对整个世界大局影响很大。但是这次乒乓外交有它一个这个世界博弈的一个大局的一个背景那时候美国想要拉拢中国来对抗苏联，所以中美两国本来就有这个意愿，只是说一直找不到一个怎么样能够接触、能够和解的一个方式来讲，就没想到这次乒乓球在东京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因为上错车的事件，这个美国选手上了中国的车子，然后一上去大家双方很尴尬本来就当作对手，然后都不讲话，但是没想到中国的这个选手先递出友谊，先送他一个小礼物，然后之后第2天这个美国选手来讲，站在路边等着再回送他一个礼物，就这一个小动作，然后他们就邀请说是美国队要不要到中国来参加比赛，但这则消息立刻惊动到周恩来那个层级，总理那个层级，周恩来想说不行啊，你美国你现在跟台湾2个很好那我邀请你来的话，是不是有损我自己的国格？那时候中美2国还没有建交，那时候建交国家是我们台湾，所以那时候周恩来是不答应邀请美国到中国去比赛的。但是没想到这个毛泽东在睡觉睡一半，突然接到这消息，说美国这个选手有回送礼物，就因为这句话，他认为说美国是刻意释出善意，他说邀请他们来，所以说美国的选手那时候就第2年当年就立刻组队到中国去参加比赛。那